What's up, guys？刚拍完一个案子，来这边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平常如果我的拍摄计划呢是不确定的，然后有很多变数的话，我会怎么样准备我的器材？通常来讲呢，我会选择一个通用的泛用拍摄器材，所谓的 Go-to Lens， 就是24105 f4 IS 这个镜头。这镜头呢非常的 cheap， 同时呢它的 balance 非常好。如果搭配像5D Mark II 这样机身呢，它配重是相当理想，久持也不会觉得累，反正觉得还蛮轻盈的。外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，可是又不会太过笨重。拍摄案子通常不确定的话，我会使用 B1C 补光器材，这样搭配起来呢，虽然体积比较明显，可是基本上使用起来依然对于长时间拍摄来讲不会形成太大的负担。B1 它的功能非常的全能，同时又非常的便宜，但缺点就是有时候过热的时候需要久点它才能够散热。这样的拍摄组基本上一般的活动拍摄呢，这个就可以 cover 90%的拍摄内容了。2415它的重量非常的均匀，同时它的变焦对焦手感都非常好。基本上2415 F4呢的画质还算 OK， 单品质呢大部分也都令人满意，并不算非常的差，跟定焦比有一定的差距。但是，一般基本上观赏的美彩啊，不是跟定焦同焦段 side by side 相较呢，不会觉得它的画质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另外呢，我还会依照10%的拍摄内容呢，准备一些相对的器材。现在就为各位来分析一下，比如我会准备另外2台 EOS R。EOS R 的机身呢，其实非常的方便，同时它对焦性能非常的强大，拍摄影片也蛮好看的。不过呢，它的手感比起传统 DSLR 还是有一点点差距，因此如果搭配变焦镜的话，我不会选择把它接在 EOS R 上面。我觉得 EOS R 搭配定焦会比较理想。当然，我这边搭配的是一颗16-35超广角镜头。如果面对一些场地是需要非常超广角的涵盖内容的话，我会选择16-35。16-35的巴斯克口径看起来呢非常的霸气，但它画质有一定的缺陷。但是基本上它的焦段非常的好用，一方面可以有超广角，一方面呢它又可以变焦到35来进行一些特写的拍摄啊，可以呈现一些反映声音者意志的构图。Right， 这就是16-35所拍摄的画面感。还有就是怎么样的？现在是35端哦。那如果拍广点的话，它可以一路润到16端，这样的广度其实是蛮舒服的。第一台 EOS R 会搭一颗16-35，那第二台 EOS R 呢，通常会搭一颗变焦镜。变焦镜，比如说我钟爱的85 f1.2L， 它可以满足前景深啊，或者是一些小望远。它的焦段就带有点压缩感，甚至你用1.6倍裁切 APS-C 画幅之后呢，它可以达到135左右的焦段。85一定是拍摄人像的黄金焦段，而这颗第一代的镜头，它有一些特殊的耀光啊、古早味的发射，让我爱不释手的。这个是85 LG f1.2 所拍出来的觉得，各位觉得这样的景深特别美，也是我非常喜爱的 Go-to Lens。再来呢，我包包呢还会再放一颗50 f1.2， 一方50这个焦段都是我拍摄创作的爱用的镜头。当然，如果在拍摄活动啊，或是不确定的工作内容的时候，它可能不是那么万用。50 f1.2 呢，通常是被评价最具有德味的 Canon 镜头，也一样，它的发射呢加强红色的倾向，因此总是会给人家意想不到效果。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 Canon 著名的人像裸焦镜50 f1.2L， 它的发射是不是真的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呢？人物的肤色呢都会偏一点平，因此呢，如果拿这个拍摄的女性的话，通常都会蛮受欢迎的。这样背景模糊呢，韵味也是十分特殊呢。但它画质也是需要受光圈才能够使用。f1.2 如果真的要仔细看的话，会觉得有点模糊。如果硬要用的话，也是可以 cover 90%的内容。无论何时呢，如果带一颗50 f1.2 的镜，有这种拍摄感，所以它可以拍摄各式各样你所想象的题材。但是年纪大了，总是需要一点变焦的便利性，因此呢，我会选择在创作的时候使用它。工作的时候呢，还会仰赖一点变焦镜的便利哦。再来呢，还有个镜头会使用到的，就是24 f1.4。这镜头其实不太常用，因为一般的手机啊、一般的相机的变焦镜都是24起跳。可是，在拍摄一些特殊的
前景深、广角画面的时候啊，它就可以派上用场。同时，它的成像呢，如果是缩一点光圈的话，它绝对是比24-105这样的变焦镜来的优秀许多。现在看到的是24mm所拍出来的画面感，所以它可以有广角的视角，同时呢又带有非常明显的前景深。如果包包空间还有的话呢，我会把它一起带出门哦。对焦速度呢也是相当理想，虽然说能够实际拿起它拍摄的场景并不多，不过呢，只要认真的使用它，还是可以拍出很有趣、好看的画面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快速的分享一下我的 GoTo Lens。虽然这些设备用起来非常的顺手好用，可是呢，其实99%的场景呢，我都不会带这些出门。我会带的是 Fujifilm 的 X-T3 来进行的日常随拍跟创作。如果有遇到一些需要收费，但是又不确定拍摄环境场景的话，才会把全套带出门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我是 Sammy Fang， 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更多有趣的摄影知识。See you，拜拜。